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睡不着的深夜里，紧紧握着已故亲人的照片，心里翻来覆去，只剩下一个念头：下辈子我们还能再见吗？或者当你静静看着身边那个你最爱的人的睡脸时，心底会突然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紧紧攫住你的心脏。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过了那扇叫做死亡的门，在茫茫的轮回里，我还能找到你吗？我们死后还能和最爱的人重逢吗？这个念头是我们灵魂深处最深的渴望，却也是最痛的迷茫。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佛陀就用他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看穿了这份渴望背后的幻象与残酷的真相。他道破了轮回的天机。这个答案初听之下，或许会让你觉得扎心，甚至会让你泪流满面。但请相信我，最终它将引领你走向真正的自由与平静。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你先做一件事，请你暂时放下所有你从别处听来的那些关于天堂、地狱或是灵魂不灭的浪漫想象。因为佛学提供的从来不是一份浪漫的承诺，而是一张极其精密却也无比写实的宇宙地图。而大部分人的痛苦恰恰在于他们拿错了地图。他们渴望带着这一世全部的记忆、情感和身份，在下一世去遇见那个同样永恒不变的你，然后相拥而泣，说一句：我终于找到你了。这画面很美，但佛陀会告诉我们，这正是最深层的妄想，是所有痛苦的根源。这张宇宙地图的核心是两个你必须同时去理解的概念，一个叫做无我，一个叫做轮回。说实话，大部分人的痛苦恰恰在于他们只愿意相信轮回，却拼了命地拒绝接受无我。我们总是渴望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能带着这一世全部的记忆、情感，甚至身份地位，在下一世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去遇见那个同样永恒不变的你。但让我为你道破这个天机吧，在轮回里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我，有的只是业力与意识的相续流动。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对吧？没关系，你现在在脑海里想象一条河流，你站在岸边，指着眼前的河水说：你看，这就是昨天的河，这就是今天的河。但事实上呢，昨天的水早就流进大海了，今天的水是从远方的雪山刚刚融化流下来的。所谓的同一条河，只是一种称呼，一种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而在概念上赋予它的延续性。这条河真正的实体是每一刻都在不断变换的水滴、波纹，还有流向。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你现在认为的我，是这一具身体，这一套记忆，还有这一大堆爱恨情仇的组合体，对吧？但是你看，你的身体每分每秒都在新陈代谢，细胞不断在死亡与新生。你的念头就像海边的浪花一样，生生灭灭。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早就截然不同了。你的情绪更是飘忽不定，上一秒还在生气，下一秒可能就笑了。那么你告诉我，到底哪一个刹那的组合体才配称为我呢？是10岁那个天真无邪的你，还是30岁这个历经沧桑的你？是愤怒时的你，还是慈悲时的你？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在这一切身心现象中，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永恒的、独立的、可以自己做主的我。这就是无我。听到这里，你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没有我，那轮回的到底是谁？是谁在承受因果？答案就在刚刚那条河里。轮回的是业力与意识的相续流，就像那条河流，虽然里面的水滴每一秒都不一样，但水流的方向、力量的大小、水质的清澈
与混浊是由上游的地形、降雨量、植被来决定的。这个方向，这个力量，这个清浊，就是业力。你在这辈子里，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说出口的话，每一个做过的行为，都会在你的潜意识里留下一个力量，一种惯性。这在佛学里，我们称之为业种或是习气。如果你常常慷慨布施，你的业力就会形成一种乐于分享、容易感到富足的惯性。如果你总是带着怨恨、嫉妒，你的业力就会形成一种易怒、好斗，总是感到匮乏的惯性。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天，这一世的物理身体还有表层的意识，就像是一件穿旧的衣服被剥落了下来。但是那个最深层的携带了你一辈子无数业力种子的意识流，佛学中常常称它为阿赖耶识或是识，它并没有消失，它会依据里面最强大、最有力的业力惯性，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精准无误地奔向与它频率相应的下一段生命形态。这就是轮回真实的运作机制，它精密得令人敬畏，却也无私地令人胆寒。为了解释这个精密的轮回机制，我们现在回到那个让人心碎的问题：下辈子我们还能和最爱的人重逢吗？根据佛陀道破的无我与业力天机，答案是既不能也能。这听起来很矛盾，对吧？但这恰恰是最深的真相。为了让这个真相穿透你的心灵，让我为你讲一个故事。它发生在一座古老寺庙的银杏树下，关于一位苦苦追问重逢的妇人和一位沉默如古井的禅师。许多年以前，江南有一座香火冷清的破落小庙，庙里只住着一位慧明禅师和一个小沙弥。庙门口有一棵千年的银杏树，每到深秋，满树金黄，落叶铺在地上，就像一层厚厚的地毯。那一年的深秋，一个名叫婉娘的女子踉跄着闯进了山门。她头发散乱，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男子的木牌位。她一见到正在扫落叶的慧明禅师，便扑通一声跪倒在那片金黄的落叶上，哭声凄厉，让人听了心里发酸。禅师，求您开示我丈夫上个月生病走了，我们明明约定好生生世世不分离的，您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在下辈子找到他？我要和他重逢，一定可以的，对不对？慧明禅师没有伸手扶他，只是停下了手中的扫帚，平静地看着他，那眼神就像秋天的深潭，映照着漫天的落叶，却纹丝不动。禅师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女施主，你先回答老僧一个问题，你要找的是谁？婉娘愣了一下，急忙说：是我丈夫李景文，他家住城南，是个教书先生，他眉毛很浓，左边脸颊有颗痣，他最爱吃我做的桂花糕。她急切地描述着，仿佛拼了命地想把丈夫的一切重新刻进空气里。不，慧明禅师轻轻打断了她，你说的这些是相貌，是身份，是记忆，是习惯。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这些还剩下多少？禅师看着婉娘的眼睛问道：你要找的是那对浓眉毛吗？那么把她的眉毛剃下来给你，是你要找的吗？你要找的是爱吃桂花糕的习惯吗？那么如果街上一个陌生人也有这个习惯，那是你要找的吗？婉娘被问住了，她死死抱着牌位，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说：我要找的是他，是我的景文，是整个的他，他的灵魂，他的那颗心啊。禅师轻叹了一口气，走近了2步，他弯下腰，从地上拾起一片完美的银杏叶，金灿灿的，叶脉经络分明。你看这片叶子。禅师把落叶递到婉娘面前，它曾经是这棵树上万千叶子中的一片，独一无二。现在它落了，
不久后就会腐烂，化作泥土。到了明年春天，这棵树上会长出新的叶子，可能一样金黄，一样美丽。禅师顿了顿，轻声问：你能说是去年的叶子轮回成了今年的叶子吗？晚娘看着那片落叶，茫然地摇摇头：不能，因为旧的叶子已经没了。但是你能说今年的新叶跟去年的落叶毫无关系吗？晚娘似乎想到了什么，迟疑着说：去年的叶子，它的生命来自这棵树，它落下的位置滋养了树根，它掉落了，才为今年的新叶腾出了空间。没错，禅师将落叶轻轻放在晚娘的掌心，它们没有同一个树叶的灵魂，但它们之间有真实的能量的延续与影响。禅师指着晚娘怀里的牌位说：你与你的丈夫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做李景文的固定灵魂在四处游荡，等待你去相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能重逢，下一世它将会是另一具身体，另一套记忆，另一个社会环境下的全新人格。你也是一样的。说到这里，我想请荧幕前的你稍微停下来想一想，禅师对晚娘说的话，难道只适用于生离死别吗？你看我们现代人在感情里是不是也常常犯了跟晚娘一样的执着？我们总是在一段关系里痛苦地质问对方：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变了，你把当初那个温柔的你还给我。或者是当一段感情结束，我们在下一段恋情里还在偷偷寻找前任的影子。我们其实都跟晚娘一样，刻舟求剑般的想要留住那个特定时间点的特定组合的人。这就像是要求昨天的河水必须倒流回来跟今天的你相遇一样，是不可能的。这种对固定形象的执着本身就是痛苦最大的来源。听懂了这一点，怎能不让人为那看似永恒的我与那些信誓旦旦的爱的消逝而感到深深的落寞呢？但是别急着伤心，因为禅师的话还没有说完。刚刚我们说，根据无我与业力的法则，我们不能和最爱的人以原本的样子重逢。那为什么我又说也能呢？因为虽然固定的你跟我不存在，但是业力的纠缠却是无比真实的。那种在这辈子里让你们紧密连结的强大情感业力，不管是深深的爱、巨大的恩情，还是刻骨的仇恨，这股力量绝对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就像是两条打满了死结的绳子，即便被丢进了轮回的洪流里，依然非常容易再次缠绕在一起。回到银杏树下的故事，慧明禅师看着崩溃的晚娘，语气多了一丝慈悲。你们共同经历的时光，彼此付出的情感，互相造成的欢乐与伤害，这些业力的能量是真实不虚的。它们就像这片落叶化成的养分，会流入你生命的根，影响你下一段生命的方向。你们很可能因为强大的共业再次相遇，但到那时候，它的形态可能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晚娘泪如雨下，那不是单纯的悲痛，而是一种固有认知被彻底打破时的冲击与无助。那我该怎么办？晚娘颤抖着问。我这刻骨铭心的思念，这活下去的勇气，到底该寄托在哪里？慧明禅师示意小沙弥搬来2个蒲团，就在银杏树下坐了下来。女施主，你且静心，既然你如此执着于他，老僧不妨用这点残存的定力，让你看看你死死抓着不放的李景文究竟从何而来，又将流向哪里。但你看完之后未必会感到喜悦。禅师让晚娘闭上双眼，凝神静气，在低沉的诵经声中，晚娘在悲苦与疲惫里，意识渐渐变得模糊。忽然她仿佛跌入了一个光影的漩涡，眼前的景象飞速倒转。她首先看到的不是李景文，而是她自己。在古代一条嘈杂的街市上，
他变成了一个强悍霸道的市井无赖，为了一点点钱财，将一个苦苦哀求的穷书生逼到了墙角，最后狠心将书生推入了冰冷的深水里。那书生在水中挣扎时，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绝望与刻骨的怨恨。画面一闪，切换到一片荒芜的田野，他成了一个面黄肌瘦、正在逃荒的农妇，眼看就要饿死在路边。这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军官将自己仅剩的半块干粮塞给了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他看着那军官的背影，感激的泪水模糊了视线，而那军官的背影竟然隐隐有着李景文的神韵。画面再转，她成了一个富贵人家里任性骄纵的大小姐。她有一个忠心耿耿的丫鬟，承受她所有的坏脾气。有一次，小姐因为一件小事冤枉了丫鬟，硬是把她赶出家门。寒冬腊月里，丫鬟病倒在破庙，临终前嘴里还念着小姐的乳名，眼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不解与失落。那丫鬟的眉眼竟与今生的李景文有几分神似，景象不断流转，她与那个核心叫做李景文的业力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身份中不断交错。有时他是债主，有时他是医生。最后画面定格在一座宁静的乡村学堂里。这一次，他是一个怯懦、总被欺负的小男孩，而那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有着李景文今生的脸庞。先生常常护着他，教他写字，摸着他的头说：“男儿当自强。”男孩心里对先生充满了如同父兄般的崇拜与依恋。先生离开的那天，男孩躲在树后偷偷发誓：“我长大一定要成为像先生一样的人，如果还能遇见先生，我一定好好报答他。”所有的景象如潮水般退去，晚娘猛地睁开双眼，依旧在银杏树下，依旧泪流满面，但之前的悲痛欲绝已经被一种巨大的茫然的震撼所取代。她颤抖着问禅师：“我看到的是什么？”慧明禅师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看到了吗？那个你拼命想要抓住的李景文，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这辈子对你的温柔体贴，有一部分是源自那一世你作为农妇对军官的感恩种子，在业力的土壤中发了芽。他这辈子会成为教书先生，或许与那一世他对小男孩的善缘有关。而他有时候那种莫名的固执跟倔强，也许能追溯到更早之前，作为书生被推下水时的怨恨习气，或是作为丫鬟被冤枉时的委屈沉淀，甚至你对他那份刻骨铭心的爱，里面也掺杂了前世作为男孩对先生的崇拜，作为欠债者对债主的依赖，无数种业力与情感综合成了现在的这个人。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背脊一阵发凉，却又恍然大悟？你看我们现代人的感情不也是如此吗？有时候你遇见一个人，明明才刚认识，却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甚至愿意无条件为他付出。那可能就是过去生中你们累积了深厚的报恩与善缘的业力。但有时候你明明很爱一个人，却总是在互相折磨、互相伤害，甚至成了一种让人痛苦不堪的控制欲与占有欲。这往往就是因为你们的业力里还夹杂着过去的亏欠、怨恨，或是未解的委屈。你们确实重逢了，但这份重逢根本不是你期待的那种浪漫续集，而是一部充满未知的伦理剧。晚娘抱着头，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却又重新组合了起来。她喃喃地说：“所以我爱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李景文，而是我们之间这些生生世世纠缠不清的业力，在这辈子刚好投射成了夫妻的样子，可以这么理解。”禅师点点头，就像看电影，需要有底片，也需要有放映机，才能在荧幕上呈现出画面。
你们的业力就是那一卷底片，而这辈子的因缘条件就是放映机。底片放完了，这辈子结束了，画面也就散了。你执着于一定要在下一场电影里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这可能吗？就算下一辈子你们因为强大的共业再次使用了同一卷底片，但放映机换了，时代换了，身份跟性别都不同了，投射出来的故事也必定完全不同。婉娘看着手中的牌位，突然觉得它既无比沉重，又轻如幻影。那么，禅师，婉娘抬起头，我此刻的思念，我这撕心裂肺的痛苦，到底又是什么呢？你的痛苦源自于我执。禅师的目光既锐利，又充满了无限的慈悲。你以为有一个固定的婉娘，失去了一个固定的李景文，但其实不管是婉娘还是李景文，都只是这场百年轮回电影里暂时借用的一套身份。电影散场了，角色就该卸妆了。你现在的痛苦，只是因为你这个演员入戏太深，电影都播完了，你还死死扒着舞台的边缘，不肯下台。这句话犹如一记温柔的当头棒喝。荧幕前的你发现了吗？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对失去挚爱的恐惧，根源全都在于此。我们把这个因缘和合，刹那生灭的身心现象当成了一个坚实不变的我。我们总觉得我拥有了这份爱情，我拥有了这个亲人，所以我好害怕失去他们。但是禅师接着对婉娘说的话，却点出了一条通往彻底自由的道路。不过禅师语气变得温和，你的思念，你的爱，这股能量本身并不是虚假的。如果你能把这份爱从执着于某一个特定的人之中升华出来，它就会变成真正的慈悲。不再是我爱李景文，而是因为我深切地体验过爱，所以我愿意将这份爱的温暖化为对世间更多生命的善意。这才是将短暂的情爱转化为不朽功德的真正智慧。婉娘没有再说话，她就在那棵千年银杏树下静静地坐了整整3天。小沙弥每天给她送来清水和简单的食物，她就这样看着树上的叶子一片接着一片落下，从灿烂的金黄逐渐变成干枯的褐色，最后无声无息地融入泥土里。第3天的傍晚，夕阳的光芒穿透了云层，洒在古老的庭院里。婉娘站起了身，走到慧明禅师面前，深深地拜了下去。她的脸上虽然还有淡淡的泪痕，但眼神已经不再狂乱。那是一种经历过极大哀伤之后沉淀下来的清澈与平静。禅师，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婉娘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不再强求下辈子一定要找到他了，因为他和我本来就不是可以被找到的固定物件。我会好好的活完我这一生，带着对他的怀念，但我不会再让这份怀念变成烧灼我自己的毒火。如果未来的某一生，我们因为业力再次相遇，无论那是善缘还是逆缘，我都希望我能有智慧，用清净和平等的心去对待，不再增添新的纠缠。而我此刻最该做的是为他，也为世上所有经历生离死别之苦的生命祈福。慧明禅师的脸上露出了故事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微笑，那笑容就像此刻的秋阳一样温暖。女施主，你已经为自己点亮了一盏超越轮回迷雾的明灯。记住，真正的重逢不在遥远的来世，而在每一个当下。当你用觉悟的心看待一切缘起缘灭的时刻，那一刻你与宇宙万物本来就未曾分离。婉娘转身离开了，她没有带走那个木牌位，而是将它留在了银杏树下，就像一片放下了执念的落叶。故事讲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和婉娘一样，经历了最初的震惊、迷茫，到最后
心底生出了一丝丝的释然。当你看破了我的幻觉，你会发现生命从来就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经历与流过。爱不是你的私人占有物，而是你曾经体验过的温暖光芒。亲人不是你永远的财产，而是与你同舟共度这一段短暂旅程的珍贵旅伴。当我们不再拼命想抓住流动的河水，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去欣赏水面上的美丽月光。生死从此不再是恐怖的悬崖，而成为了壮阔生命交响曲中一个个优美的章节转换。这时候的你才算是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不再害怕失去。明白刚刚那个残酷却又无比自由的真相后，我们才能真正把心落地到此时此刻的当下。很多人对佛法有误解，以为所谓的往生是死后才发生的事，以为修行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临终前的那一个念头。但事实上，临终的那一念根本不是你能控制的，它只是你平时每一天每一秒习气的总爆发。一个一辈子都在贪婪、愤怒里打滚的人，临终时怎么可能突然生出纯净的慈悲？相反地，一个一生都在练习觉察、练习散发善意、练习放下的人，临终时他的心自然就会倾向于宁静与光明。你的下一段生命的质地不是你死亡那天才决定的，而是在你现在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里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渴望在生命的洪流中与你所爱的人结下深厚的善缘，希望未来能有更和谐、更互助的重逢，那么最有效的方法绝对不是去庙里做遥远的祈祷，或是天天空想着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夫妻，而是在眼前的当下开始实践，如何用智慧和慈悲去爱，如何在爱里修行。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日常微行动。这3个行动就是在为你们未来的重逢存下最宝贵的善缘保证金。第一个行动，觉察关系中的你应该放下控制欲。修行不是死死抓住对方，而是在关系里练习放下我执。下次当你对伴侣产生不满，心里冒出你应该要懂我，你应该要这样做的念头时，请你先暂停3秒钟，去关照一下这个应该的背后是不是藏着我的私欲，是不是你想控制对方来满足你对爱情的剧本想象。当你与家人、朋友发生争执时，练习先停止评价，试着去看见这只是彼此过往的业力与习气正在碰撞。你可以试着用佛法里的智慧来转化，用布施的心态代替一味的索取，用温和的爱语代替情绪化的指责，用利益对方的力行代替自私，用陪伴彼此共同成长的同事心来代替控制。第2个行动，转念感恩，看见共业的稀有。有时候我们会对年迈的父母产生埋怨，或是对亲近的人感到不耐烦。这时候请你试着去思维，在茫茫的宇宙轮回中，要经历多少劫的流转，要累积多么庞大且复杂的因缘，你们才能在这辈子刚好投射进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屋檐下。这份共业的缘分是何等的稀有，把埋怨转化为对这份奇迹相聚的珍惜。第3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清空习气练习。每一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安静地坐着，或是躺在床上，回想今天一整天，你是不是对谁生起了怨恨？是不是对什么事情耿耿于怀？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这些人事物说，我愿意原谅，我愿意放下，我不把今天的纠结带到明天，我也不把这辈子的怨念带进轮回，用清净的心去化解每一天残留的负面业力。
这3个微小的行动累积起来的正向业力，才是你们未来能再次以善缘相遇时最坚实的底气。否则，就算你们真的重逢了，那也不过是换了个时空，上演另一场爱恨纠葛、互相折磨的连续剧罢了。所以，回到我们影片最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死后还能和最爱的人重逢吗？佛陀为我们道破的天机是，不要再去问是否能重逢，而是去问如何才能在生命的无尽流动中，无论相遇还是别离，都不再受苦。当你停止向外去寻找一个固定的某人，转而开始向内去净化自己每一个当下的心念时，你其实就已经在为所有可能的相遇创造最美好的底色了。你的执着越少，你的智慧就越多。那么，无论未来与谁重逢，那都更可能是一段互相扶持、共同提升的善缘，而不是另一场爱恨纠缠的苦戏。现在，请你跟着我一起做一个深呼吸，把你的目光从遥远的下辈子收回来吧。静静地看着你身边，此刻正陪伴着你的人，你的父母、伴侣、孩子，还有朋友。你要知道，你们此刻的相聚是无数因缘暂时和合的奇迹，请用无我的智慧去爱他们。不是我要占有你，而是我欣赏这份缘起的美妙。请用轮回的视野去珍惜每一个善意的举动，因为你给出的每一分温暖都在为彼此的生命长河注入清净的水流。当你不再害怕失去，你才能真正的拥有当下。当你看破了我的幻觉，不管是生死还是重逢，都将成为一场庄严而又无比自由的旅程。影片的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作为一个深刻的反思。现在的你相信轮回吗？更重要的是，你相信的是那种带有永恒灵魂的浪漫轮回，还是这种无我与业力相续，更具挑战性，却也更具有解放性与大智慧的真相呢？我诚挚地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也写下你对生死与重逢的感悟。如果你愿意，更欢迎你在留言区为你思念的人，或是为这世上所有经历离别的人留下一句祝福与善言。让我们在这里汇聚成一个充满温暖与慈悲的正向磁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探寻生命真理的路上，在泪流满面之后，找回那颗如如不动、本自清净的真心。因为那颗真心从来没有经历过生死，也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分离。